提前结束一台手术，我赶到酒吧包厢门口，听到既然说不想结婚了。当初他替我挡刀真的特帅，可现在看到他额头的疤就恶心。我僵硬的推开门，那就分手吧。既然无所谓的靠在他学弟肩膀上，见我离开，发愁的问那群朋友，不出3天他肯定求我复合。姐妹们支支招，怎么彻底让周志远死心？可半个月过去，却是他换着号码来骚扰我。周志远，你还没闹够是吧？回应他的是个温柔的女生。志远在洗澡，你有事吗？夏宁，我把你当闺蜜，你他妈抢我男人！我推开门，目光和正愣的既然对上视线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认真的？包厢里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，目瞪口呆。在场的几个女人我都认识，她们是既然的名媛小姐妹。沙发上还坐着3个裸露腹肌的男模，或许以为我是来捉奸的。其中一个挨着既然坐的小白脸，无助地看向他。我知道他，既然以前的学弟程浩，他母亲患了乳腺癌，在我们院接受治疗，最近到处借钱，也借到了既然的头上。既然好像没料到我会提前来接他，身子下意识与程浩保持了几公分的距离，似是玩笑道：周志远，你平时也别光顾着工作，腹肌都没人家的紧实了。说完，他的手在程浩的腹肌上抓了一下。我被眼前这一幕刺痛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什么意思？1星期前他给了程浩8万块钱，说是校友之间的互帮互助，现在都帮助到照应程浩的男模生意了。结婚？可以啊。既然漫不经心地晃着酒杯，既然你刚才都听到了，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先做个去疤痕手术吧，这疤虽然挺浅的，但真的特别碍眼。你自己平时照镜子不觉得吗？我的心泛起密密的痛。5年前，我从小混混手底救下既然，替他挡了一刀，刀尖划破额头，差一点就伤到眼睛。在我心心念念想和他白头到老的时候，他却在嫌弃我曾经为他受伤留下的疤。其实哪里是疤痕的错，就像既然说的，他腻了，看我自然哪里都不顺眼了。曾经他口中帅气的勋章，也变成了恶心的旧疤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我发现自己的语气出奇平静。既然嗤笑，周志远，比你年轻帅气，比你持久活好的一抓一大把，你在倾倒什么？难道指望我因为当年的事一辈子对你有滤镜？我突然觉得既然变得很陌生。当年救下他之后，他对我展开疯狂追求，每天蹲守在我寝室楼下，羞羞答答给我送上他家厨师做的各种山珍海味，还总是消息轰炸。我不理他，他都能自言自语10几条，总之就是撒泼打滚要跟我在一起。软磨硬泡之下，我同意了。我包容既然所有的任性与娇蛮，可万万没想到他有天会对我厌倦。是吗？我淡淡道，那就分了吧。这句话仿若平地惊雷，让既然脸上笑容凝固，几乎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以前我们吵架，他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，我却从来没有说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分手？既然眉梢一挑，仿若听到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在一起久了，你忘了自己什么出身？周志远，分手也是你配提的？好了好了。坐在既然左手边的陈敬明起身打圆场，对我说，周医生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所以叫了几个小哥哥过来凑热闹，然而一晚上谁都没搭理。你是个好脾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好脾气？我曾经数不清多少次主动低头哄他惯着他，可那是建立在我们还相爱的基础上。从今往后我不奉陪了，东西收拾好我就搬走。话落，我抬脚走人。既然扬高的声音中夹杂着掩饰不住的怒火，你敢走出这个门，就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充耳不闻，毅然决然走了出去。走廊里既然的话隐约传来，打赌吗？明天就跟个哈巴狗一样过来烦我。我还不了解他，像是觉得还不够，他又补充道，你们说到底怎么才能让周志远彻底死心，别再缠着我？要不等婚礼那天我不去了。我苦笑着摇头，将既然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。离开酒吧，我坐进车里，久久没缓过神。烦人精，我烦的就是你，这辈子就缠定你了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和我结婚。你当时将我推开挡刀的那瞬间，哇，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周志远。你说我们要几个孩子好呢？如果当爸爸了，你会不会冷落我呀？过往既然在我身旁叽叽喳喳的画面，好像就电影在重放。他或许早就对我厌恶了，只是今晚恰巧被我听到。回到家，我将所有衣物打包，翌日联系中介看房，最终选定一处 loft 户型的公寓，2层可以放我的那些医学书籍。房子离我就职的医院很近，开车也就10分钟。一连2天，既然都没有任何动静，我当然也不会再联系他。5年的恋爱就这么断崖式结束了。身为一名外科医生，我每天都很忙，没机会让自己在一场失败的感情中消沉。这天结束最后一台微半切手术，已经晚上9点多钟了。脱掉手术服，发现徐聪在10几分钟前发来消息，叫我去喝酒。我揉了揉酸胀的脖子，前往他发的地点。
这是一家清吧，悠扬的背景音乐轻轻流淌，并不吵闹。啊，你跟既然分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俩不是快结婚了吗？我以前说什么来着？豪门女婿不是那么好当的徐聪跟个机关枪一样突突突个没完，我脑瓜子都快冒烟了。前几天分的。我抿了一口酒，淡淡道：他说腻味了。好家伙，人心易变啊。徐聪不禁感慨，你规培的时候，他天天宿舍门口堵你，跟个小媳妇儿似的，那劲头感觉这辈子非你不嫁。闻言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根本无法将既然追我时和酒吧那晚的他重叠在一起。我家二宝都快出生了，你这当干爹的还是光杆司令，用不用哥们给你介绍几个？徐聪举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，算了吧，没想着无缝衔接，等家里催婚了再说。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卧槽，你个一杯倒的菜鸡也敢借酒浇愁！徐聪赶忙夺过我的酒杯，可杯子已经空了。徐聪将我送回家的时候，我脑子还算清醒，能走稳路，也能走对单元楼。等坐上电梯，视线已经开始重映。我掏出钥匙去开门，胸口间仿佛有一团不知名的火在熊熊燃烧，整个人轻飘飘的。钥匙触碰金属门锁发出响动，在安静的走廊内格外清晰。门却始终打不开。既然，冉，我回来了，开门。我拍打着门，口齿不清的嘟囔。片刻后，门开了，一股淡淡的橙花香味弥漫过来。眼前的女人长发散落，发尾滴着水，裹着白色浴巾，面色正愣。我努力眨眼，想去看清她的脸。冉，你怎么又不吹头发？说完，我的脚就踏了进去。女人僵硬的侧开身，我步伐虚浮，四处张望。吹风机呢？你喝醉了。一句女声响起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喝酒。我大着舌头道歉，到处找吹风机却没找到。明明是我的家，可为什么装潢陈设都那么陌生呢？你把吹风机放哪里了？我回头去望那一抹纤细的身影，无奈的叹声气，吹干了再睡，不然会头疼。你怎么老是让我操心呢？周志远，你看清我是谁？我身形一顿，使劲眨眼去看眼前的人，可对方的五官重重叠叠，模糊不清。意识消失的最后一刻，我听到自己倒在地上的闷响。早晨，我睁开眼时，宿醉带来的剧烈头痛席卷而来。上班要迟到了，脑海中瞬间炸开这一念头。我噌的一下起身，这才看清房间内的一切，傻眼了。这不是我租的那间屋子，纯白的布艺沙发，电视机前一排可爱的玩偶，阳台那里种植了好几盆多肉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醒了。一道温润的女声响起。我抬头望去，就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站在客厅里。夏宁，既然那群好姐妹中的一员。那天在酒吧包厢，我跟既然提分手时，夏宁也在场，她全程坐在角落里，一言未发。我用力揉了揉眼，以为自己还在做梦。徐聪昨晚分明将我送到了单元楼才离开的，所以现在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夏宁的家里？你昨晚喝醉后，可能是走错家门了。夏宁缓步走过来，面色淡淡的看着沙发上的我。你住在对面的602吧？前天早上我看到了。我住601的人是夏宁，这也太巧了。今天不用上班？夏宁问道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日期，松一口气，机械的摇摇头。噗嗤。夏宁不知为何突然笑出声，嘴角有一个浅浅梨涡。别紧张，你酒品还行，没做任何不该做的事。此话一出，昨晚一些模糊的碎片记忆突然涌出来。冉，开门，我给你吹头发。你怎么老让我操心呢？想到这些，我冷不丁的打了个寒战。喝酒误事，喝酒误事。和既然分手后，我就没想过再跟他有任何交集，包括他的那帮朋友在内。现在莫名其妙在他的好姐妹家里睡了一觉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我烦躁的抓了抓头，站起来的时候太阳穴突突直跳。对不起，昨晚的事向你道歉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个大男人发酒疯闯进女生家里都是不对的。没事。夏宁耸耸肩，我准备出门了。好。我抬脚离开，就看到旁边衣帽架上挂着一条围巾，款式很熟悉，浅粉和米白交织的冰条线。半个月前既然刷短视频说羡慕上学时收到男生手工礼物的女生，于是我上网学着织围巾。夏宁家里这一条和我送给既然的那条，就连中间图案的勾线小瑕疵都一模一样。这个，我抬眸，视线刚好跟夏宁撞上，她的眼里有些局促，立刻躲闪，快步走到门口。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你锁好门，把钥匙放毯子下面。话落，他几乎是逃也似的跑没影了。我怔怔地待在原地。对于既然的那群小姐妹们，我和她们接触的并不多，而夏宁更是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她去年才从国外回来，名校毕业，听既然说夏宁不顾家里的反对读了服装设计，
现在在一家时尚杂志担任副主编。既然今年生日宴上夏宁也来了，和那群外放开朗的女生不同，她总是沉默寡言，看起来很难接近。如果这条围巾是我送给既然的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在夏宁的家里？更奇怪的是，她很心虚的样子。想到我送给既然围巾时，她嫌弃的撇撇嘴，难不成她不喜欢就送给别人了？算了，都不重要。我离开夏宁的家，回到对面自己的屋子，刚洗漱完出来，就收到一条陌生来电。喂，你好。我以为是快递，谁知那头迟迟没有声音。喂，周志远。是既然的声音，他用一贯的娇蛮语气开口道：都几天了，你闹也有个限度吧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分手了，别再打电话给我。既然在电话里失效，分手？我同意了吗？程浩是我的学弟，碰他腹肌也只是闹着玩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周志远，你可真小心眼。我按下挂断。不一会儿，既然又打了过来，我直接拉黑这个号码。晚上值夜班的时候，没想到既然竟然会直接来找我。他趾高气扬的将一份夜宵甩到我桌子上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抽哪门子风，给个台阶，你见好就收。等我耐心耗尽，咱俩就真的走到头了。我握着笔的动作一顿，缓缓抬头看他。既然神态自若的和我对视。送你的那条围巾怎么没见你戴过？我问。丑不拉几的，能带出门？既然似乎以为我的话有和好的意思，走过来抬起手轻抚在我额头。我那天没开玩笑，你额头上这道疤特别丑，触目惊心的。你什么时候消除疤痕，咱们再结婚吧。我在心里冷笑。出去。我厉声道，别总来烦我，行吗？你不想结婚，我也没打算娶你。周志远，你蹬鼻子上脸是吧？既然一脚踹在我的椅子腿上，分手。行啊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舔着脸再来求复合。他重重摔上门，怒气冲冲的离开了。我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，这一个月总是家和医院两点一线忙碌着，手头上在准备一篇医学期刊，请32号就诊患者夏宁到第4诊室就诊。等人进来时，我正在想是不是重名，没想到真是夏宁。自打上次那晚稀里糊涂在他家睡了一夜，我俩在电梯里偶尔也遇到过几次，但仅仅是点头之交。哪里不舒服？我例行问道。夏宁有些出神的看着我，几秒后才回答，之前检查过说是胃食管反流，但最近厌食更严重了，吃完东西就不舒服。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3餐规律吗？大便性状如何？便秘或腹泻频繁吗？夏宁有些窘迫，大多数只吃1-2顿。便便的话还好，如果害怕做胃镜，可以先做个胃部造影超声和便潜血看一看。我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他，早上没吃饭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去排队做检查了。哦，好。夏宁起身接过我手里的处方单，他走到门口，突然道：周医生，这是我第2次看你穿白大褂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关上门了。后面患者进来，我没再去多琢磨夏宁的话。晚上回到家，对面夏宁的房门也刚好打开了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我不禁问。没事吧？夏宁说，还是老毛病。我点点头，正要进屋，他突然叫住我，等等，有个东西要给你。几秒后，夏宁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那条围巾。那天我从你们家离开，他在收拾东西，叫我顺手把这个丢掉。夏宁抓着围巾的手紧了紧，但我没扔，私自留了下来。如果你介意，现在还给你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又立刻说，不介意的话我就留着。如果到这个时候我还看不明白夏宁的意思，那就是装傻充愣了。夏宁，我没能说出后面的话。周志远，我喜欢你。夏宁抢先一步，像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口。去年刚回国挂过你的号，在不知道你是既然男朋友的情况下就喜欢你了。结果第2天在他朋友圈看到你们合影，我才知道自己迟了一步。一个医生每天要面对很多患者，我对于给夏宁看过病确实没什么印象了。我挺坏的，那天晚上你们分手，我在心里欢呼雀跃。或许是老天也想帮我一把，没想到新邻居是你。夏宁笑了笑，周医生，现在你是单身，能给我个追求你的机会吗？我僵在原地，完全没想到他后面的话会这么直白。给你1星期的时间考虑，可以吗？夏宁歪头看我，眼中带着恳切。他或许是怕我拒绝，转身进屋关上门。我失笑一声，就算开启一段新感情，也不应该是既然身边的朋友。第2天，我正常出诊，午休的时候在医院大厅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是既然。他旁边的男人恰巧转过身来，隔着人群，我跟既然对上视线。他的眼中先是闪过一抹错愕，然后立刻挽住程浩的手臂，挑衅地看向我。我仅仅是瞥了一眼，便走进电梯。然而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。晚上看完几份特殊病例，走出医院，
就感觉身后有2个人在尾随我。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后面的2人迅速加快脚步追上来，一抹光亮在黑暗中格外刺眼。是刀，我刚准备跑，腿弯处就被砸了一下，脚下打了个趔趄，后面的2人很快追了上来。草，就是你个黑心庸医！我母亲明明能活好几年的那人嘴里骂着，手中挥舞的匕首就要刺过来。我立刻偏过头，惊险躲过。那人再次举刀，我一脚踹在他的裆部，将他压制在身下。谁知另一人举着砖头就要砸到我头上。这时，一抹娇瘦的身影靠近过来，他握住那人的手腕，谁知对方顺势将他推倒在地，脑袋磕在后面的护栏上。夏宁，我大喊道。这边的骚乱很快引起注意，那2人见状立刻要跑，被赶过来的几名安保抓住。我抱起夏宁冲向急诊科，他的后脑勺全是血，好痛！夏宁痛苦地皱紧眉头。我心如肋骨，将他放到移动床上，向值班的急诊医生汇报情况。夏宁立刻被送去拍片子，然后包扎。结果很快出来，中度脑震荡。那么危险，你为什么要冲出来？我看着他虚弱的脸，冷声道：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，知不知道？夏宁瘪了瘪嘴，似乎很委屈。你当年救季然，有做到吗？我静了声，你就当我是好人，做了一件好事。夏宁眨巴眼，狡黠一笑：周医生，负担别那么重，我没有让你以身相许的意思。看着他脑袋上包着白纱布，还有心思嬉皮笑脸，我有些无奈的叹口气。其实我没有那么好，跟我在一起，你可能会失望。会？不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好的。夏宁打断我的话：你有一颗仁慈之心，对患者耐心温柔，对上一任女朋友体贴包容，对待感情很认真，有原则。我撞见过你喂医院的流浪猫，也见过你对季然无微不至。我一直很羡慕他比我早一步遇到你。我缓缓收紧五指，从来没想过我做的一些很小的事会被人当成优点，牢牢记在心里。季然嫌弃的围巾，夏宁当成宝一样收留。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季然，如今却有一个女孩在我遇险时挺身而出，说不感动是假的。夏宁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听见自己这样说，对待感情不拖泥带水，是我的原则。夏宁这般喜欢着我，我没理由含糊不清地吊着他。真的吗？他的眼中仿佛有星星在闪烁。你是我男朋友了？我叫他别乱动。夏宁却执意靠近我，最终在我的额头落下轻轻的一吻。神经末梢仿佛被泵入细小的电流，顷刻间在四肢百骸炸开，一点都不丑。他小声说，然后将身子蜷缩在被窝里，不再看我，耳畔泛着红。本来想着晾他2天，谁知都冷战1个多月了，他还不理我，拉黑我好几个号了。既然没精打采地瘫在沙发上，想到什么，冷嗤一声，难不成周志远想让我主动低头？他做梦有一就有二，你这次服软了，以后你们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他了。陈敬明点了根女士香烟，阿宁怎么还没来？正说着，包厢的门开了，只见夏宁身穿一件黑色羊毛大衣，颈间系着条粉白色围巾。既然的神色一顿，视线牢牢锁定在围巾上。阿宁，你脖子上这个是我让你丢掉的那条围巾？对啊。夏宁神态自若地点点头，我挺喜欢，扔掉怪可惜的。既然紧咬着牙关，一时无言。旁边的陈敬明仔细打量着那条围巾，一拍脑门：哎，这是不是周志远给你织的那条丑围巾？阿宁。既然起身径直走到夏宁的身边，淡声道：把围巾还我吧。明明是没什么起伏的语调，可却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夏宁抬眸和他对视：你不是不喜欢吗？我现在又喜欢了，不行吗？既然面无表情，伸出右手，还给我。夏宁眉眼低垂，突然笑了：冉冉，你总是这样霸道。从小到大，我和静明也习惯了，大家都喜欢的限量款裙子必须让给你。出去旅游，只要你累了，我们只能迁就你在酒店待着，好像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，而你理所应当接受我们的包容。话落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这围巾明明是你不要的，我留着戴，你又看不顺眼了。这不一样，这是周志远送给我的。既然说着就要上前去扯围巾，你们已经分手了。夏宁摁住他的手腕，提醒道。听到这话，既然的脸色更加难看。一串来电铃声响起，夏宁拿出手机，上面赫然亮着男朋友3个字。喂。他表情柔和，你在前面的十字路口等我就行，我现在出去。阿宁，你交男朋友了？陈敬明好奇地歪着脑袋，怎么没跟我们说啊？什么时候谈上的？就最近，改天带你们认识。夏宁从上到下看了眼愣在原地的季然，今天不能陪你们喝酒了，先撤了。他转身离开，包厢内恢复安静。敬明。季然侧着身，我总觉得刚才阿宁手机里的男生有点耳熟，难不成是咱们共同的朋友？
陈敬明猜测道：“话说，你跟那个陈浩到底怎么回事？周医生该不会觉得自己被戴绿帽了，所以才……没任何关系。既然大声否认，我就是觉得他挺可怜的，从小跟着妈妈相依为命，家里又没什么钱，只能在酒吧打工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周志远肯定误会了我跟陈浩有什么，所以还在生气。他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好像终于找到问题的突破口。服了，果然是在争风吃醋。既然暗自一笑，表情没有刚才那么凝重了。凌晨12点，我刚从浴室出来，就听到卧室里的夏宁正在和人通话。周志远，你打算跟我别扭到什么时候？陈浩只是个挺可怜的小男孩，人很单纯。他妈妈生病了，我给他钱，他又不收，所以只能多光顾几次他上班的酒吧，仅此而已。是季然的声音。夏宁握着我的手机，没说话，视线和我撞上。喂，周志远，你在听吗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台阶下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要还想娶我，咱俩就停止冷战。这时，夏宁嘴唇轻启，既然我是阿宁。另一头没了声音，我站在原地，没任何举动。志远在洗澡，你有什么事，一会儿再打过来吧。他温声道。寂静的几秒过后，既然暴怒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：夏宁，我把你当闺蜜，你他妈抢我男人！没抢，我是在你们分手后才和志远在一起的。说完这些，夏宁就结束了通话。我走到床边，将他微凉的手臂放到被窝里。夏宁在发抖，我把他搂在怀里，一下一下轻抚着他的背。你不怪我吗？他嗓音闷闷的。为什么怪你？如果我不想让你说这些话，刚才就直接阻止了。我能理解他此刻的不安，我那晚跟既然分手，就没想过再有半点和好的可能，所以我与你之间是干净纯粹的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夏宁伸出手将我抱紧。第二天我不用出诊，夏宁要去外省出差几天，我将他的行李箱运上车。夏宁拍了拍我袖口蹭到的灰尘。哟，可真恩爱啊！一道阴阳怪气的女声响起。既然面色不善的一步步走过来，挥起拳头就要砸在夏宁的脸上。你个不要脸的小三！他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，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表面上跟我姐妹情深，背地里勾引我男朋友。我立刻将他按住。夏宁微眯起眼，然然，人是你不要的，我怎么就成第三者了？不是你说害怕周志远再缠着你不放，现在他如你所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分手后一直死缠烂打的人，好像是你吧？既然脸上挂着泪，怔怔地看着夏宁，好像因为这短短的几句话被抽干了灵魂。既然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轻叹一声，我不后悔曾经救过你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本能出手相救。那晚你靠在陈浩怀里，轻蔑地说我额头上的疤丑陋，我就知道我们没以后了。心死只在一瞬间。既然我不爱你了，也请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不是那样的。既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一直摇头。我从来没想过和你分开，我以为你这些天只是在闹脾气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既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泪眼汪汪地望向我。志远，你真的不要我了？是，我们没可能了。我懒得再跟他多说，绕到驾驶座坐进车内。后视镜中，既然的身影越来越小，直至消失不见。夏宁出差这些天，我们每天都会视频聊天。原来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，连最喜欢的电影导演都一样。前一晚提到希区柯克，一下子聊到了凌晨2点。等你回来，我送你个小礼物。我看着手机里正在卸妆的夏宁，有些难为情地摸了摸鼻子。好啊。夏宁眼里充满期待。既然自那天来过一次后就没再出现。这天我终于久违的正常点下班，医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库里南，霸气的车牌号看一眼都难忘，是既然父亲的车。季正军降下车窗，小周，关于你和然然的事，跟叔叔聊聊吧。我上了车，季正军迟迟没开口，直到车子停在一家高级私人医院。然然割腕了。季正军冷不丁的开口，我承认以前不看好你们的婚姻，对你的态度恶劣了些，但我就然然一个女儿，她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季总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季正军握紧拳头，只要你能跟他和好，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。感情不是筹码。我说完就要转身离开。志远，既然穿着病号服，脸色惨白，手腕上缠裹着纱布，他快步向我冲过来，紧紧抱住我的腰身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我把你弄丢了。志远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既然，我闭了闭眼，再次睁开，其实你没有那么爱我，更多的是不甘心而已。不是的，我很爱你。既然死命抱住我的腰，你那么好，傻子才会把你拱手让人。对不起志远，我已经跟陈浩断干净了，再也没有瓜葛。我们和好吧，和好行不行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既然，他一向高傲娇蛮，哪怕是曾经追求我的时候，也没这么卑微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
说完，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点点失去光亮。真的再也没有可能了吗？哪怕你未来和夏宁分手，我也没有机会了。他眼巴巴望着我。是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既然哭得更厉害，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。你不能这样，周志远，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你让我离不开你，现在又不要我了。既然我们之间的裂痕是你亲手用刀子划开的，我的语气很冰冷。你明知我的底线，却还是要跟其他男人暧昧不清。你说我额头上的疤痕是帅气的勋章，可后来丑陋恶心也是你对他的点评。从你说出那些话开始，我们就注定是两条平行线，不会再相交了。说完这些，我掰开他死死攥着我衣服的手，抬脚要走。既然却拽着我的裤腿不放。志远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真的会改。不能。我没再多留，更没回头看他一眼。3天后，夏宁回来了，我手头那条新围巾也完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蓝色？他迫不及待将围巾戴上。哇，你洗过了？还香香的。看你有很多衣服都是蓝的。我将他的长发从围巾下面拿出来，那条粉白色的，你给扔了吧。要是喜欢，我空闲了再多练练，给你织更多好看一点的。不扔，那可是你的处女座。夏宁挑起眉梢，揶揄道。我被他这话给逗笑。寒冬腊月，一天比一天冷，转眼就到了元旦。原本跟夏宁决定去林氏玩2天，但因为柯氏同事的妻子预产期提前，我不得不顶岗。游玩的计划被迫临时取消。夏宁表示理解，但我知道他心里肯定也有些小失落。这天下班，他看着我额头缝合过后的纱布，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你受伤了没有？没有。我赶忙否认，我去做了额头疤痕修复手术，是认识的医生朋友，手法很不错，说术后会恢复得很好。夏宁愣住，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从刚才的担忧转为不安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？他小声问，眼里好像蒙上一层薄薄的泪。是因为既然吗？他说，你只要去掉这个疤，就愿意和你结婚。小宁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我和既然已经没任何关系了。去做这个手术，是我不希望你每次看到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我曾经救过另一个女人。夏宁微张着嘴，突然破涕为笑。2年后，我跟夏宁正式领证，很快又举办婚礼。婚礼当天到场的除了亲戚朋友，还有一些要好的同事。没想到既然也来了。2年没见，他更加瘦了，看起来没什么精气神，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苦涩药味。新婚快乐！他冲着我笑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婚礼刚结束，酒店的工作人员报了警，说在2层女厕发现一具尸体。我看着那身熟悉的衣服和面孔，瞳孔聚缩。是既然他自杀了。后来我收到季正军交来的一封信，里面只有寥寥几句。抱歉，知道你作为医生最讨厌人轻视生命，但不能成为你的新娘。我要怎么被你记一辈子呢？志远，来生换我和你共度余生，好不好？